好，我们来解今天 LeetCode 的问题啊。今天的问题是第3495题，所谓的 minimum operations to make the array elements zero。这边要特别强调啊，我们其实来讲，这重点就是去算所谓的 log4 啊。那它这边呢是给定了2D 的一个阵列啊 ，curious I 它是有 L 跟 R， 每个 curious I 它定义的，就是包含的元素是从 L 到 R 这两 L 跟 R 都有包括，然后一次的，就是说你每次 query 就会进行一次的 operation。你的 operation 是怎么样呢？就是任选两个整数 A 跟 B 在这个范围里面然后呢，就将 A 跟 B 你就除以4嘛然后那当然这是无条件舍去嘛，取 flow 函数。那基本上就是你要确定它最少这样的 operation 的次数，使得所有的元素，这个阵列所有元素都变成0再透过每次的 queries 当然你就是要将这样的 operation 的最少的次数的和将它 return 回去好，那我们先看一下它的 example。好，我们看它的 example 1好了 ，example 1它就是有两个，一个是1、2，另外一个是2、4。好，所以它有两个 query。那在 query 0的时候，那就是1、2嘛。1、2的话，当然没有什么问题嘛，你基本上就取这两个，所以都除以4，然后无条件舍去，当然就是马上就变00了，这没有问题。好，接下来我们再看 curious 1它的情况，它基本上呢，它是R 是4所以它的 array 当然就是2、3、4。所以基本上你这边再做2次嘛所以原则上你可以先取这两个嘛，取这两个的话，你就变成了2、0、1。好，然后再取这两个，就变成了0、0、0。好，所以这边有2次，那这边1次，所以加起来答案是3。那我们这边要特别强调我们这边的你做选取 operation 它的那个顺序呢，其实跟答案都会相同的答案都会相同的答案，所以我们这边呢做跟它的顺序是不同的好，接下来我们再看例题2的部分。例题2它是26嘛它只有一个 query， 所以基本上它就是所以怎么做呢？原则上你当然可以先取按照，因为它跟顺序是无关的所以我们这边先做一次，这两个先变0。好，然后再做一次，这个两个都变1，所以我们在这边计数，然后再做一次用这后面这两个，所以这变0，这变1。好，所以这边3次了，然后再来这剩下这两个1嘛，再做一次。
所以这所有都变零啊，所以我们总共是进行了4次啊。好，那我们在这边其实发现什么？我们看一下我们右边的一些。那我们原则上，我们其实要去考虑的就是说，你要将一个数字呢，把它变成0的话，其实你就看它的 exponent 啊。我们在这里的 exponent 当然指的是你取 log form 啊 exponent， 然后当然要取整数，然后记得要加1啊，记得加1。所以基本上就是考虑这样的一个所谓的 prefix sum 啊，所以我们这边就是说，这里就是所谓我们的 exponent sum， 所以你就从 i 从1到 x 啊都去做这样一个计算，所以我们在后面你在做 query 的时候，你实际上来讲，你 L 跟 R 你要让它当中这种阵列全部变成0呢，其实你只要去计算这个数字就好了。这 exponent 上在 R 的值，再减掉 exponent 上在 L 减1的值，再除以2，然后记得这边取 string 函数啊，因为你必须要乘对。好，那我们在计算上，我们当然会比较建议我们建一个 table 啊，所以这边会有个所谓 exponent 上 for。那基本上它就是先去计算 exponent 上在4的 i 次方的值，这个在计算上它速度会快上许多。好，那我们就看我们的整个的一个想法。所以我们整个计算当然是围绕着 look for 啊，这边当然是要取所谓的 flow 函数啊。那原则上我们透过2进位的一些比较快的方式，我们不是真的用把它转成负点数然后再透过换比公式去计算，那个太复杂。我们直接就用所谓的这个应该相当于所谓的 CLZ 的这样的一个计算。这样的一个位元计算，我们就很快就可以取得 log4 的整数的值。好，那原则上的话，我们刚刚也有讲，你要比较快速计算，我们当然建一个 table， 所以 exponent 上 for， 那在 i 的值其实就是计算为 exponent 上在4的 i 次方的值那基本上它这 exponent 上就是它这样所谓的一个 prefix sum所以这个在计算上就会非常的快。我们大概实作的步骤那当然第一步当然是先建立宣告exponent 上 for 这样一个 array 或者 list whatever， 那然后再来就是去定义这个 exponent 上然后参数当然是 x。那基本上我们可以透过这样的一个公式去计算。那你当然也可以直接用定义去算，定义去算它当然就会比较慢因为我们是有透过这样的一个 table exponent 上 for 这样的一个 table去计算，它其实就会非常的快速。好，然后在我们主要的 min operations 里面呢，我们当然就是先去计算这样一个 table 这边也是透过这样一个公式。好，所以我们的计算其实是一块一块的，然后在这个公式其实也不是很难导得出来然后再来就是因为利用这个 exponent 上它具有所谓的 prefix 上的一个特性，然后我们就很快的就可以将queries 的一个作用它的一个结果就可以将它计算进来。好，接下来我们就看我们实作的一个情况。好，那我们这边到
LeetCode 3495的页面minimum operations to make the array elements 0。好，那我们主要这边稍微看一下我们这边的解答。看解答之前，我们当然先看一下 constraints 的部分有关于它的 queries 的 length 呢，它是介于1到10万之间queries 的在 i 的长度呢，当然都是等于2嘛，基本上它就是一个 L 跟 R 嘛，L 跟 R 的值。那 L 跟 R 的值呢 ，L 当然这是会小于 R， 那它的范围是介于1到10的9次方所以它这个数值其实也是蛮大的。好，那我们很快看一下我们这个大概解答的方式。OK， 所以我们解答的方式当然就是在我们先考虑 C++ 的部分C++ 的部分，当然我们在这边我们在第3行部分，我们定义所谓的成员变数它是一个 array long 的 array那它是 exponent sum 4那基本上是8个元素。所以它当然是0的时候当然是1啦，后面的话当然就先0。好，那我们的一个重点是 exponent sum 这个函数，那里面丢进来的参数是基本上是一个无号的一个整数或者一般整数也可以。那 x 呢，如果等于0，它当然是0。然后我们在第6行部分呢，我们是采用一般位元处理方式，我们去算你左边有几个0，然后用31去减掉，然后再除以2这样的方式去计算所谓它在log4 的值当然我们这边当然是无条件舍去然后它因为一般来讲，它不一定是完全是4的幂次方啦所以它剩下的那个部分呢，我们要定义一个 r 的话是 x 减掉，基本上这边就是4的 log4 次方。好，那我们的计算方式会透过在第3行这里定义的 array那如果说我们这边的 table 已经有的exponent sum 4在 log4 的值再加上 r 再乘上 log4 再加1基本上是这样。好，那我们进入我们主要的main operations 这样的一个method里面参数当然是 queries。那当一开始，当然我们就先计算这样一个 table 那当然你要让程式更快，当然可以用其他的方式那但这个程式已经够快了，就做更进一步的优化。那这里我们当然就利用一个递回的关系exponent sum 4在 i 的值呢，其实是 exponent 4在 i 加1的值，再加上3乘以 i， 再乘上这边应该是4的 i 减1次方再加1是这样的一个值透过这样的方式。好，这些都计算完之后呢，我们就可以开始进行我们的operation 的动作所以我们在这个16行这里queries假如 Q 是里面的一个元素它基本上它就是两个值嘛，一个是 L， 另外是 R 嘛。我们 L 设是 Q0 减1嘛，R 的话是 Q1 嘛。所以然后在这边，因为你每次就选2个嘛，所以我们原则上我们就去
因为我们这个 exponent sum 原则上就是所谓的 prefix sum， 所以原则上就是透过 prefix sum 的方式，这边 exponent sum 这边带 r， 再减掉 exponent sum 这边取 l， 记得要加，因为我们是取它的 setting 函数，然后再除以2，然后就整个就可以算出来。那我们执行一遍。好，我们submit看看。我们看一下成效。这个0毫秒就完成了，确实很快。好，那相同的，这样相同演算机制，我们再看其他的程式语言，比方说 C 好了。C 原则上，我们的写法大体上跟 C 加加是一样啊，不过它的compiler 比较不一样哈。我们看看它的一个成效。然后我们一样看它的一个成效是怎么样。2毫秒，稍微慢一点，但是也是很快。好。另外，我们再看 Python 的做法啊，像是 Python 3的部分啊 ，Python 3的部分，它这里其实原则上，在处理 log4 的部分呢，跟其他 C 或 C 加加比较不同。这边我们是采用 x 的 bit length 减1，然后再除以2，所以除以2我们就直接是往右移1位。就比较方便，所以这边我们都是用位元移位的方式去计算，那当然这样的处理可能会更快，计算处理会更快一些。好，然后第9行、第10行一样，这边也是算 exponent sum for 它这个 table 的计算，一样的是用相同的公式，然后后面当然就是算。因为我们基本上呢是 prefix sum 所以是跟 C 加加的方式也是类似的。不过我们这边也是采用向右移位的一个方式好，那所以我们这边执行一次。好 ，submit。那我们看一下成效。155毫秒也是打败了 Python 3%的使用者。好，就先到这了。